台当局于1973年8月1号正式组建潜艇部队，也就是256战队。1974年1月和4月，台湾海军潜艇部队装备了美国提供的2艘2手潜艇“海狮号”和“海豹号”，又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从荷兰购回了“海龙号”和“海虎号”2艘海龙级潜艇。直到现在，台湾海军的现役潜艇也只有这4艘老爷艇。来自美国的“海狮号”、“海豹号”已经年过70，是全球仍在使用的潜艇中年纪最大，早已经不再出海，只能在港口作为训练艇。因此，台海军目前唯一具备作战能力的水下力量是来自荷兰的服役超过30年的“海龙号”、“海虎号”。不过，这2艘潜艇实际上是荷兰花台湾钱做试验的产品，一些不成熟的设备和设想非常大胆地用在上面，从一开始就既不完善也不安全。蔡英文上台后不断宣称要台建台造和潜艇自造。2016年底，台湾防务部门正式为海昌计划，也就是潜艇自造计划编制预算，计划建造8艘排水量1200至3000吨级的常规动力潜艇，并且掌握建造先进潜艇的相关产业。不过，台湾既缺装备零件，又没有技术经验，只能靠外力来帮忙。近日，路透社爆料，包括美、英、澳、印、加、韩以及西班牙在内的至少7个国家正在秘密协助台湾造潜艇。台湾岛内军事专家还煞有介事地给7国分了工。澳英美联盟成员国协助构型设计及输出红区装备，印度、韩国提供技术支援。使用柴电潜艇的加拿大、西班牙是技术合作伙伴，提供咨询服务。而在路透社爆出7国原造消息后，被点名的国家都急着摆手否认。韩国第一时间站出来连说我没有，称青瓦台正调查谁违法给台湾提供相关协助。台湾联合报揭露更多细节，说有的国家担心技术和设计被台湾获取，派出特工向参与项目的工程师施压，迫使其离职回国。有评论指出，各方都不傻，他们很清楚，一旦消息公之于众，将承受中国大陆怎样的压力。帮助台湾以武谋独，注定失败；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必会玩火自焚。这可绝不是一句空话。那么像现在公布的一些国家，我们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个中国台湾地区造潜艇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涉及，那么他们呢现在害怕中国大陆对他们进行制裁，所以呢他们只能去连连否认，打死都不能承认，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造潜艇是有关系有涉及的，绝对不能承认的。所以说这个真正的猫腻也就在于此。蔡英文上台以后就启动了台湾的潜艇自造计划，目标是打造8艘潜艇，试图发展不对称战力。那么台军这8艘新潜艇真能成为以武拒统的关键装备吗？张先生，我觉得如果说这8艘潜艇按照计划能够尽快的形成战力的话，可能会对我们解放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产生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它的隐蔽性比较强它这个通过在水下潜入，能够对我们的水面舰艇甚至对我们近海的一些目标实施攻击它具有一定的威胁。但是我觉得这种威胁是有限的首先就是我们大陆目前的反潜能力在大幅的提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台湾海峡或者台海周边的这个环境也不适合潜艇的这种作战。台湾海峡它的水深平均只有60多米，最深的也不过是80多米，那么它不利于潜艇的这个作用的发挥。也就是说，潜艇它在主战场这个方向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台湾的这些潜艇自造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如期完成，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它的这些关键的部件包括技术，主要还是从这个国外这个进口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种所谓的潜艇自造的这个计划，更像是它一个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个项目，它未来很难发挥实质性的这种作用。